啊，好肥呀、这个熊猫！这只大熊猫听到游客说自己肥，直接就愤怒了，跑去就把自来水阀门弄坏了，来发泄一下情绪。哇塞！这只大熊猫便是号称广州小霸王的雅逸。这天，雅逸吃完食物后，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，期间还表演起了成名绝技倒走。看得出，今天他的心情很好。然而，当他围绕着外圈让姨们拍照时，突然一名游客说他好肥。啊，好肥呀、这个熊猫！没想到这句话被他听到了，当场就生气了。毕竟女熊也是女孩，那也是爱美的存在。雅逸广州小霸王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，平日里奶爸都不敢招惹他。这下好了，他跑去肯定干大事去了。只见他跑到这里时，突然趴了下来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果不其然，他直接将自来水的阀门弄坏了，然后自来水喷射而出。这一幕并没有把他吓到，显然这都在他的意料中。说白了，就是故意而为之的。过了一会，气消了的雅逸准备用手去堵自来水，发现堵不上后，赶紧逃离了作案现场，然后跑到水池中，悄悄地躲了起来，并望着自来水的方向。最后的最后，还是奶爸过来买单了。望着喷射而出的自来水，奶爸想用塞子盖住，这明显不行。后来他就去想其他办法了。到看到宋爷爷堆起了福宝模样的雪人，才知道爷爷爱他有多深。前2天，爱宝乐园下起了大雪，积雪很深。将爷爷进门一看，雪太大，把竹子都压弯了。然后拿起工具清理起了竹子上的积雪。往年这项工作都是福宝来做的，去年福宝清理积雪的这一幕，不知道乐坏了多少姨。哈哈！当时福宝都被雪砸懵了，当场就生气了，胖气。可惜大雪今犹在，不见当年清雪熊。江爷爷只好亲自上场，不知道江爷爷有没有触景生情。而宋爷爷这边却因为一场雪，想起了回家的孙女。在清理完爱宝乐园积雪后，他又马不停蹄地去乐宝院子，堆起了福宝模样的雪人，并且还在雪熊上写了福宝的名字。尽管福宝不在，宋爷爷还是坚持堆了一个送给福宝的雪熊。自从上半年那一别，他再也没有见过福宝。下雪了，他便触景生情，想起了当年玩雪的小孙女，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，这样就可以和福宝一起上雪，假装福宝还在爱宝乐园。老宋把他对孙女的思念全用雪人表达了出来。这是福宝的小啾啾，这是福宝的名字，这是福宝的青团，全是爷爷一点一点堆出来的。同时，他还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福宝的思念，并且他还希望福宝可以一直快乐地活下去，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大熊猫。此时此刻，韩国还在下雪，可着爷孙俩一起玩雪的画面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希望有朝一日，老宋迎来我国看福宝，亲口告诉福宝自己很想他。熊猫的基因遗传有多严重呢？只因妈妈萌萌特别爱干净，她的3个孩子全都遗传了她爱干净的基因，成为了讲究熊。首先是萌大，刚洗完澡，防止身体弄脏，直接用奶爸准备的浴巾擦拭，先擦脑袋，再擦脖子。瞧这动作，跟北京大爷似的，那叫一个地道。一系列动作后，脸蛋不能忘，必须整得干干净净的。然后就是老二萌二，地上脏，睡觉要睡凉席上，凉席脏了还会洗晾晒。瞧着熟练的动作，看来不是1次2次了。不像某熊，假装待产母熊骗盆盆奶就算了，还假装晒被子。萌二晒凉席，那是整理了又整，直到凉席彻底摊开，他才放心的离开。而萌家老3那就不一般了，木叔给他准备了小毛巾，他不仅会和大哥一样擦脸，将脏的地方擦拭干净后，他便带着毛巾朝着木桩上爬去，还会二哥的技能晒毛巾，只是晒得有点潦草罢了。这萌家3兄弟，一个比一个讲究，就是一个个都没老婆，3兄弟全是老光棍，有点道理啊。特别是西直门3太子，整天只知道阳光大男孩。我是阳光开朗的男孩，阳光开朗的男孩。原来萌兰小时候也很调皮，一巴掌将妈妈从树上扇了下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
这天，庆大过来欺负萌兰。虽然越狱他是个大哥，但在打架上他却是个战五渣。由于打不赢庆大，他转头就去找妈妈。此时，萌萌正准备爬树，萌兰不知咋地，上去就给了妈妈一巴掌。就这样，萌萌被扇得重重摔倒在地。我猜想，萌兰是因为自己挨揍时，妈妈没有帮自己，所以才扇妈妈的吧？你看嘛，萌兰下来后还要对躺在地上的妈妈进行攻击，这下好了，萌萌脾气也上来了，心里想着你把我扇下来就算了，趁老娘病还要老娘命，老娘自然不会惯着你。然后现场就对萌兰进行了一番爱的教育，连庆大都打不过的萌兰，自然也不是萌萌的对手，当场就被打得哭天喊娘。哭完认错后，萌兰便跑开了。奈何萌萌并不这么打算放过萌兰，追着她又是一顿胖揍。之后的萌兰就变成了这样，委屈巴巴地站在角落，下班也不回家了，和我们小时候一样，生气了以不回家的方式威胁大人。最后妈妈没过来，反而是发姑奶爸过来了。他过来安慰妈妈儿，来接妈妈儿回家。起初萌兰还在委屈中，不愿回家，但发姑奶爸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安抚后，他慢慢朝着奶爸靠近，然后投入发姑奶爸的怀抱中，以这种公主抱的方式回家了。哈哈，这时的萌兰好调皮也好可爱呀！要是我是发姑奶爸就好了，就可以抱着萌兰回家喽。这里不得不给发姑奶爸点个赞。萌兰在四川时，他对妈妈儿最好了。不曾走远，一语不忘，此生不换。要分散不习惯，怎么算都太难。分开之后更勇敢。愿这爱时代相长。何不万忘情，却不让你入眼？前尘在怀念，望见入眠。挥舞的瞬间，别再闭上眼，错过今时的依恋。回头看，不曾走远，眷恋一人，流连忘返，多少寒口温暖，你哭喊我呼唤，心耳边的呢喃。原来在福宝出生前，爱宝的院子是鸟语花香的，爱宝可喜欢了，走路都要绕开花花草草，连小蝴蝶都喜欢前来玩耍。自从有了福宝这个逆子后，别说花了，就连树都霍霍秃了，花园秒变荒原，真是应了一句话：福宝出征，寸草不生。果然，福宝挨的每顿打，没有一顿是白挨的。比如这天，他又在霍霍妈妈园子的花花草草，爱宝看到后就是一大逼斗，一点都不惯着。如果我是爱宝的话，估计比他还生气。自己的园子就连草都舍不得采，结果你倒好，一来全都霍霍完了。等妈妈走后，福宝丝毫不长记性，然后又被妈妈抓了个正着。哈哈，福宝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，不准做的事情就是要做，被打了才知道害怕，但是挨揍过后又忘记了，这真的不怪爱宝生气。你看现在的园子喽，生机勃勃的一片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彻底变成了荒原。虽然现在福宝已经不在爱宝乐园了，但爱宝乐园依旧无法恢复，因为走了一个福宝，又来了辉宝和瑞宝，他们的霍霍力度丝毫不比福宝差。